谭雅在回城的路上遇到了联合王魔导大队的袭击，而为首的正是差点被谭雅杀死的安苏上校。没想到在这个时候遭遇袭击，谭雅立刻让中队散开迎敌。既然已经暴露在敌人的射程内，躲肯定是躲不了了。双方在空中展开激战，虽然谭雅带的都是精英，但毕竟寡不敌众，更别提还有一心复仇完全不要命的安苏。一番激战之后，不少人都被击落掉入海中。谭雅在观察完地形后，立刻指挥手下朝9点钟方向迂回，躲进了白茫茫的云中。失去漠北的联合王国大队在云外严阵以待，以谭雅为首，众人在短暂的寂静后瞬间从云中冲出，朝着大部队发起突袭。谭雅的攻势凶悍无比，所到之处几乎无人生还。安苏突然从他的下方冲出，二话不说就是一发威力巨大的散弹，一旦被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散弹击中，不死也得重伤。安苏追着谭雅就是一阵穷追猛打，3个小队长前来支援，殊不知正好落入安苏的圈套。安苏在前方急速回转，一跃飞到3人上空射出一枪，两人猝不及防被击中落入海中。怀斯特被激怒而失去理智，追着安苏冲上前，就正好落入联合王国的圈套。10几把枪齐齐对准了怀斯，谭雅开足马力撞开怀斯，自己却被击中。还好他的盾够厚，靠护盾扛住，但安苏再次死死咬住了他。双方的速度之快，就算怀斯想支援也无能为力。双方激战的难舍难分，2把枪同时对准了对方。短暂的僵持后，谭雅率先一脚踹飞安苏的枪，掏出匕首朝他的胸口扎去，一刀下去见了血。谭雅刚露出得逞的笑，却没想到安苏一把拽住他的胳膊，紧接着就要自爆，拉着谭雅一起死。谭雅这才认出来安苏是谁，立刻猜出这又是神的手笔。他奋力挣扎，却无法挣脱安苏的束缚。就在安苏即将自爆成功之时，一颗子弹从后面贯穿两人，安苏被迫放手，扭头一看，维多利亚端着枪站在他身后。谭雅掏枪对着安苏突连开数枪，本以为安苏这次必死，没想到安苏拼着最后一口气，居然还是选择了自爆。恐怖的爆炸在空中炸开，帝国的支援也已经赶到，联合王国的魔导大队只能撤退。谭雅万幸的捡回一条命。帝国对共和国的围剿完成，蓝鹰战线主力部队全灭，战争进入扫荡战，中队掉入海中的成员也被救回。虽然历经波折，但他们最终凯旋。歼灭包围战的半个月后，帝国军队入驻共和国首都，共和国发布不抵抗宣言，守卫部队从首都撤离，帝国军获得全面的胜利。高层开始讨论战后处理问题，军部没有插手，外交部提出让共和国放弃或者割让殖民地，毕竟要把共和国当作事实上的从属国不切实际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制定议和案。帝国胜利之后，谭雅特地跑到郊外的教堂对神发起了嘲讽。203大队进入久违的休假，除了谭雅和维多利亚，大家都跑到共和国海滩上 BBQ。毕竟到了夏天，共和国的海军也在撤退，这么一来，休战也只是时间问题。谭雅发现了不对，不是停战，也不是投降，而是休战。一听共和国的海军全都撤到了布雷斯特军港，谭雅一拍桌子，是他失算了。他立刻让维多利亚联系大队结束休假，他便要突袭布雷斯特军港。共和国虽然战败，但完全不准备投降，他们的残余部队正在通过海军撤退。谭雅来到西方军司令部，要求带着大部队出击。共和国打算抛弃国土，带着反击部队出逃，但是西军司令却不答应，认为共和军不过是丧家之犬，谭雅只是在无谓的消耗兵力，打破停战。谭雅据理力争，停战不过是暂时的，只是最后停止战争的机会，将决定帝国将获得世界还是失去所有。见司令还是不答应，谭雅脸色一沉，既然如此，那他将以参谋总部的授权独断之心强袭侦察任务。正当谭雅准备出击之时，维多利亚拦住了他。参谋总部传来指令，停战命令已经发布，他必须停止出击。谭雅快被气疯了，连银勋章都扔了，他们把亲手结束战争的机会放跑了。谭雅气势汹汹去了参谋总部，被告知参谋部的所有长官都去参加停战庆功宴了。谭雅正准备离开，走到门口就被埃里希叫住，请他去房间里喝杯咖啡。此次帝国胜利，谭雅功不可没，有什么谏言可以直言不讳。谭雅脸色非常不好，帝国确实打了一场勇猛的胜仗，但是帝国的胜利和荣耀却只是这一瞬间的。参谋部不能活用这份胜利，而是沉醉于胜利的美酒中。虽然前线完成义务的将士有权利讴歌欢愉，但是连负责战争的上级将官都天真的沉醉，这也是怠慢和失策。埃里希觉得谭雅太过傲慢，西方军对谭雅抗命未遂一事发来投诉。参谋总部虽然给谭雅权限，但并不是为了让他增加无谓的战争。共和国的首都已经被占领，继续抗战毫无意义，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行战争？艾斯里问谭雅为什么主张战争将会继续。参谋本部的将帅是优秀的军官，是精通政治军事合理实用主义者，所有人都以合理性为根本，坚信战争即将结束，但因为太合理了才会疏忽，因为人类不是单凭合理性行动的愚蠢生物。他经历过人们被憎恨支配燃烧的双眼，以及优秀部下被愤怒冲昏头脑失去冷静，这些都是被憎恶支配着的复仇的轮回。他曾亲身领受到反对合理主义的疯狂报复。不论近代化如何进步，社会规范如何渗透，人类就是会在特殊情况
况下抛弃合理、优先感情的愚蠢存在。一旦被憎恨支配，无论是算计还是合理性，连得失都会抛到脑后，一心反抗到底。所以他们不该沉醉在虚无缥缈的胜利之中，憎恨的火苗必须全数扑灭。这时士兵突然冲进来，刚刚得到情报，南方大陆有共和军残军的动向。带了高将军带领着共和残军逃亡到大陆后，自称自由共和国，对帝国进行了彻底的抗战宣言。帝国还没有享受多久的胜利荣耀，就迎来当头一击。自由共和国正在协约联合的残兵以及联合王国合流，不久后势力就会扩充到极致。帝国进展中的议和案毫无疑问成了张废纸。库尔特气得摔了碗饭，没有彻底消灭共和军是帝国的失误，事已至此只能派兵南下。但帝国是陆军国家，渡海外征会导致战略基本盘产生动摇，所以讨伐部队规模只能维持在最低限度。汉斯之后想到了什么？南方作战也是以不想让更多国家参战为前提制定的，现在又有了更多国家参战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吗？塔雅气得差点一枪轰碎了教堂的神像。203魔导大队接到任务，乘坐军舰来到南方大陆近海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，有一个国家叫做帝国。帝国凭借其巨大的军事实力，压制了达基亚公国、协约联合共和国，将安全保证的威胁逐一击退。帝国正大陆中央确立起无与伦比的霸权，同时引发起周围诸国对这一事实的根本性恐惧。帝国在夸耀着这柄剑是多么锋利的同时，却没能理解人们对这柄剑的恐惧。帝国以外的所有人都祈祷着帝国这个邪恶的敌人能够被彻底消灭，每个人都向往着和平，因此每个人都为了保卫和平拿起枪，为了和平献身战火。但讽刺的是，人们憧憬着和平，可战争却并未休止，反而日益激烈。和州国正在招募派往各国的义勇军，安苏的女儿玛丽到了参军的最低年龄，自愿加入志愿军。为了保护宝贵的家人，她将竭尽全力创造一个不会再因帝国而重蹈失去家人悲痛的世界。玛丽的眼中亮起金光，她将去伸张神灵的正义。共和国向帝国宣战，但帝国能派往南方的兵力却不过2个师团和支援部队。塔雅带领203大队要在抵达前线的同时展开机动战，以达成分散敌军、逐个击破的计划。参谋部有些担心，就算是谭雅，仅凭这点兵力也太困难了。艾利希表示无需担心，别忘了，那可是一个披着幼女皮的恶魔。战争再次开始。